本来是一场普通的实习参观，却在一瞬间演变成震撼全网的事故。7月23号，东北大学6名大学生和1名老师在内蒙古一座矿场参观时，脚下的金属格栅板突然断裂，他们跌入下方正在搅拌矿浆的槽中。最新调查显示，这块格栅板的焊缝早已开裂，企业却宣称自己车间零事故。这起事件揭露的不只是硬件问题，更暴露了校企安全制度的漏洞。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背后的真相。你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7月23号晚间，突然一则消息刷屏了，不仅各大平台都在推送，各大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字字带血。事情是这样的，7月23号上午10点左右，东北大学相关专业几十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去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的一个头目矿选矿场参观学习。就在他们学习浮选工艺时，脚下的金属格栅板突然脱落了，6个学生和1名老师一起掉进了下面的浮选槽里。虽然救援人员在47分钟后把他们救出，但是医护人员确认6名学生都已经溺亡，只有老师受伤活了下来。据一位网友表示，老师是幸运，好像抓住了个杆子，但是脚好像说是废了。综合媒体报道，6名大学生都是来自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大3学生，按理应该开始准备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了。如果顺利，他们很快就将走入更大的舞台，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谁想到他们花季的年龄，一切都戛然而止了。公开资料显示，头目矿浮选槽是一种用于头目矿浮选分离的关键设备，通过泡沫浮选法将有用矿物与废石分离。简单说，浮选槽就是装满正在被搅拌的矿浆的溶槽。矿浆不是普通的水，而是由磨碎的矿石粉末、水和化学药剂组合而成，就像沼泽一样，是粘稠度很大的矿浆。有些浮选槽温度能到摄氏60度，可造成烫伤。同时还有高速旋转的搅拌桨在槽中不停搅拌。浮选槽上方能供行人通过的格栅板，距离下方不停搅拌的浮选槽的距离，业界人士说大约有6到10米的高度。人掉下去之后，就像掉进沼泽里一样，会迅速下沉，并同时受到化学腐蚀剂加矿料摩擦，再加上机械搅拌的3重伤害。事故发生后，有业界人士发声说，人掉入浮选槽后几乎很难生还，溺亡只是个体面说法。7月24号早间，涉事的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情况说明公告，在说明了事故情况和正在进行各项处置工作后，对事件不幸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伤者和遇难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并对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深表歉意。公告在网上引发网民热议，有的感叹不已：6条命啊，我的天，轻描淡写，好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溺亡说的倒是好听，这里面可不是水，那6名大学生掉下去的时候该有多么的绝望。这样危险的地方竟然存在这么大的安全隐患，通道完全零防护，但凡有个审查也不会这样。据遇难学生家属在网络透露，事发当天早上10点出的事故，直到晚上8点半才通知家属，并且也没有说明详细情况，只说是出事了。目前遇难学生遗体已送到内蒙古满里州市某殡仪馆。一位遇难学生家长对媒体说，娃娃们在殡仪馆呢，掉下去好像他们就把机器停了，但是里面还有化学药品、化学试剂，怎么能救上来？泥浆越陷越深，当他头发埋掉的时候，也就1、2分钟就窒息了。这位家长接着说，我就这一个孩子，孩子课上完，他说今年考研究生，他今年大3， 7月初回去了一次，在家待了5天，7月5号回学校的，出事当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当天人就没了。6名遇难大学中的一位来自湖北，家在山里并不富裕，举全家之力供孩子上了东北大学，眼看就要实习毕业了，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另一个遇难学生的父母和姐姐也已抵达内蒙古满洲里，父母表示得知噩耗后，自己手抖得无法和人交流。
姐姐表示，家属唯一的诉求就是还原真相，不要让相关的人逃脱责任。对于学校组织的参观实习，这位家长说，实习必须得去，都是统一行动，不是你想实习就实习，不想实习就不实习，这个学校是不行的。很多网友在网上跟帖，真的很难过，很难过，令人窒息的难过。希望他们的父母能够挺过去，能够活下去。那么严重的事故被写成像脚滑进去了水池一样。东北大学校友王某表示，事故发生后，学校已经安排把所有的实习学生都接回学校了。东北大学6名学生遇难后，国内多所高校发出紧急通知，对暑期学生实践安全作出提示。北京大学、海南大学、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等高校都纷纷向学生发布了警示。如北大团委24号的提示中，要求学生遵守实践单位安全规定，如去石油、化工、核能、电力、建筑等特殊单位参观，按要求佩戴防护装备，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做好相应防护工作，确保安全。公开资料显示，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秃山桐木矿采矿权首次设立于2008年9月5号，有效期限为20年，发证机关为原国土资源部。该矿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为中国已探明的第4大桐木伴生矿床。讽刺的是，涉事矿业公司2月25号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官文显示，曾更换浮选车间的格栅板，称浮选车间始终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执行公司安全操作规程，顺利完成了12系列混凝2层平台地面格栅板更换，2024年实现了零事故的安全目标。对这起事故，知名律师廖建勋表示，安全生产法规定，如果能认定涉事企业相关管理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在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比如明知格栅板存在安全隐患，但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那么极有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同时，如果东北大学未尽到上述义务，作为活动组织者，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据媒体报道，涉事企业曾经被查并被罚。2021年，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对中基内蒙古矿业实施检查，发现隐患27条。2024年，中基内蒙古矿业还因未批先见，企业和主管负责人共被罚款51.8万元。目前，涉事矿产公司所在的内蒙区政府正在对事故展开提级调查。7月24号，媒体从内蒙古应急管理部门获悉，针对6名大学生遇难事件，区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做提级调查。目前，事故调查组发现，涉及企业2月份虽对格栅板进行一次局部更换，但并没有对全部焊缝做无损检测。事发平台日常承载标识也缺失，未限定同时站立人数。学校与企业签署的教学实习安全协议也没有明确现场监护、限员和应急流程。目前，涉事车间全线停产整顿，企业分管安全的副总经理、车间主任、当日监护人员共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东北大学已启动校内问责，暂停所有赴矿山现场实习，并成立家属善后专班。企业与学校已同6名遇难学生家属全部取得联系，正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和生产安全事故赔偿办法协商赔偿。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